昨天我给同事们拼了一些性价比非常高的南非葡萄酒，但是考虑到他们非常挑剔的味蕾，尤其是往新的，我另外给他们打开了一瓶价格贵差不多10倍的葡萄酒。红的，还有这是什么？凉凉的，同意。波尔多品种应该是的，但是不一定是旧世界。好，目前全军覆没，0分。好的，那是个意大利了。对的，意大利是对的。不是波尔多品种，颜色又那么深。这是我喝过这个品种的最好的一次表现。我很少喝过这个品种让我觉得这么兴奋。看加尼科。有，可以哦。这款酒是用意大利的本土品种埃格尼科阿格利亚尼科酿成的。学过意大利葡萄的同学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品种，应该也知道这是意大利南部最优秀的红葡萄品种之一，经常被称为意大利南部的内比奥罗。但是除了两者的单宁都很高以外，其实风格还是不太一样。埃格尼科往往颜色更深，酒体更饱满，而且以黑色水果为主的。埃格尼科有3个代表性产区，位于康帕尼亚的Dorasi 以及 Taburno， 还有位于巴西利卡塔的 Vulture。但是我带的这款酒都不是来自这3个产区的。对。埃格尼科是哪个酒庄？名庄吗？是名庄，是有一些烟草的味道。Bocca di Lupo， 这个很好喝，它不是那个 Dorasi， 但是 Castel del Monte， 没记错的话 ，Castel del Monte 应该是在普利亚那边的。然后这里是安东尼世家的。安东尼世家是意大利葡萄产业的巨头。这个贵族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，他们在托斯卡纳拥有许多顶级名庄，包括 Tignanello 和 Solaia。但是除了在托斯卡纳以外，他们也在其他产区呢也有一定的布局，包括在普利亚北部的 Bocca di Lupo 狼嘴酒庄的，这里是属于 Castel del Monte DOC。其实这个产区呢紧挨着巴西利卡塔的 Aglianico del Vulture， 但是核心风土还是很不一样的。Aglianico del Vulture 的葡萄园通常是种植在海拔比较高的火山岩上面的，气候比较凉爽，更大陆性一点，使得这个地方的葡萄酒结构更结，通常会带有比较明显的矿物感，有时候甚至会有一点铁质的感觉。而狼嘴酒庄这个地方呢，相对来说海拔低一点点，大概300米，所以气候更温暖一些，而且土壤是以石灰岩为主的，并且靠近加德利亚海，使得酒的风格更偏地中海一点的。它的果香更加成熟，单宁更加的圆润，酒体更宽一点的，平易近人一点的，但同时呢，还是不缺陈年潜力和结构感。Wine enthusiast 4分，又有品尝的点，又有盲品的点。想一下它的陈年潜力啊！你想想，再过个5年会怎么样的？是的，这个会很棒，这款酒。多少钱？这个我们卖的话要卖700块。啊，那还是挺合适，那还是 OK 的。卖，那还是 OK 的。英国有一些那个店铺也是卖700多。国际均价我这边是71美刀，那就差不多对。对，所以我们卖那个690多，我觉得690多很有非常合理啊，对吧？非常合理。他们愿意吗？他们同意的吗？我希望啊，我问他们呢。安东尼世家的这一款 Bocca di Lupo 会让你重新认识到埃格尼科这个葡萄品种，颜色非常深，边缘带有一点点紫色，说明它还是很年轻的。香气的层次非常的丰富，带有黑莓、黑加仑、可可、咖啡、黑橄榄，还有一丝丝的这种烟熏肉的味道。如果是那种非常饱满、很有力量感的风格，但同时它也会带有
一丝这个矿物线来支撑，甚至会带有一点类似于枯叶的这种复杂感。单宁很多，但是被打磨得非常细腻丝滑。这是一款现在很好喝的，但是同时具备超级强的陈年潜力的艾格尼。